欢迎订阅时事快线。我们每日提供最新资讯，以简明扼要的方式为您呈现全球重要资讯。每天10分钟，了解天下事。下边是详细内容。印尼购买42架中国歼十 C 战斗机。据美联社报道，印尼国防部长萨夫里于2025年10月15日宣布，雅加达将从中国采购42架歼十 C 战斗机，这是印尼首次从非西方国家大规模引进主力战机。财政部长普尔巴亚证实，该项目预算超过90亿美元，首批飞机预计将于明年交付。印尼方面称，这批战机将用于取代老旧的美制与俄制机型，此举被视为印尼军队现代化战略的重要一环，也意味着其防务体系正逐渐摆脱对西方的依赖。分析指出，这可能引发美国及邻国对南海安全格局的担忧。回顾过去，印尼在2024年才签下42架法国阵风战机合同，如今又与中国合作，可谓史上最多元的军购组合。印尼此举是在寻求战略自主，还是在地缘竞争中被迫平衡？专家认为，这既是印尼对外政策的试探，也可能让其在东盟内部面对新的信任与安全压力。中国共产党制定5年经济规划，重点关注科技和消费。据路透社报道，中国共产党正为2026至2030年的“15+5”规划拟定纲要，核心聚焦科技创新与扩大内需消费。会议将于2025年10月20日至23日召开，预计会提出研发投入年增幅不低于 7%， 并推动城市化率达到 70%。数据显示，中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提升至 56%，显示消费拉动作用持续增强。与此同时，政府正加大 AI、半导体与新能源产业投资力度。历史上，中国自1953年实行5年计划以来，经历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如今正进入以科技加消费为双引擎的新阶段。这一调整不仅是经济方向的转变，也折射出中美科技竞争下的应对姿态。强化政府主导是否会提升效率，还是反而抑制民间创新？经济学者指出，如果消费刺激政策执行不到位，资源错配将加重，反而拖慢结构转型步伐。乌拉圭参议院批准安乐死法。据 EL-PAS 报道，乌拉圭参议院于2025年10月15日以20票赞成，共31名参议员出席通过尊严死亡法案，成为拉丁美洲首个通过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该法案允许患有绝症且身心痛苦难以承受的成年人，在经过书面申请与医学评估后，选择有尊严的离世。政府将在6个月内制定执行细则。倡议者包括前运动员费尔南多·苏雷达，他因渐冻症呼吁选择终点的自由。该议案历经10年辩论，数度被否，终于在左翼阵营占多数的支持下过关。回顾乌拉圭历史，该国曾率先在同性婚姻、堕胎及大麻合法化上开先河，如今再度引领社会伦理议题。安乐死合法化会让乌拉圭更进步，还是撕裂传统信仰？医学伦理专家认为，这体现对生命尊严的尊重，但若缺乏监督，也可能使弱势群体面临被动选择的风险。特朗普政府提议修改美国难民制度，优先考虑欧洲人。据美联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新方案拟将难民体系重整布局，优先接纳欧洲白人、英语使用者及意识形态相近者。方案建议将2026财年难民配额压缩至500人，并设置语言、文化认同、政治忠诚等筛选标准。支持者称这是优先吸纳最易融合群体，反对者批评其带有种族偏向。回顾历史，美国难民政策曾在冷战期强调对共产主义逃亡者的庇护，如阿富汗难民、东欧异议人士等，而近年则趋向全球多元接纳。此次若一意孤行，将使美国在难民体系中的普世价值形象格外孤立。这一提案若通过，将对美国的国际人道主义声誉造成什么深远损害？移民法专家指出，若按肤色、政治倾向区分接纳资格，将严重削弱其难民制度的公平性与道德基础。新方法在脑癌放射治疗期间保留记忆。据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医学团队披露 ，UC Irvine 公告，2025年10月14日，他们在动物模型中成功阻断大脑免疫反应中的 C5R 异通路，
使接受颅内放射治疗的老鼠保留了记忆和认知功能。团队负责人 Manju Alkaria 表示，传统颅脑放疗可导致高达 70% 的患者出现认知障碍，而新方法在保证杀癌效果不减的前提下，有望保护脑部细胞不受炎症侵害。方法包括基因敲除模型和口服药物 PMX205 两种路径。多年研究里，人们试图通过海马区回避放疗等方案减损伤，但多数方案仍有折中。此次突破或将改变癌症根治与生活质量之间传统的权衡。如果这一技术在人体试验中成功，未来脑癌患者是否能既抗癌又保智力？肿瘤学者认为，此举若能安全转化，将标志放疗技术进入软着陆时代，但仍需防止免疫系统副作用与长期安全风险。6.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因国家安全担忧撤销香港运营商 HKT 的牌照。据路透社报道，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于2025年10月15日宣布启动程序，拟撤销香港电信运营商 HKT International 在美国的运营许可，理由是其与中国联通 China Unicom Americas 有密切关联，可能构成国家安全风险。FCC 已向 HKT 发出说明理由通知，要求其在10月28日前回应。FCC 主席 Brendan Carr 强调，这是保障美通信网络安全的必要之举。回顾近年来，美国已先后剥夺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华为等在美业务许可，将技术对抗与安全挂钩。如今首度瞄准香港运营商，释放出更强硬的信号。若真正停止 HKT 在美业务，也将极大冲击其在国际市场的信任度。此举是否意味着美国正逐步封锁与中国通信企业的一切合作窗口？通信安全专家指出，在当前美中科技对抗格局下，类似举动可能变为常态，但亦可能加速受影响企业转向其他市场避险。7. Apple 推出 M5 芯片，用于增强 MacBook Pro、iPad Pro 和 Vision Pro 的设备 AI。据苹果官方披露，2025年10月15日 ，Apple 正式发布全新 M5 芯片，搭载3纳米制程，具备10核 CPU 与10核 GPU， 并在每个 GPU 核心中嵌入神经加速器，使 AI 计算性能相比 M4 实现4倍峰值 GPU 性能提升。这颗芯片将率先搭载于14英寸 MacBook Pro、iPad Pro 与第二代 Vision Pro 上。其中 Vision Pro 在带入 M5 后支持120赫兹刷新率，渲染更多像素，并提升图像清晰度。发布之际， Apple 仍保持这些设备的原价，如 MacBook Pro 起价1599美元， Vision Pro 3499美元。此举标志苹果正在全面推进设备端 AI 的路线，减少对云端计算的依赖。过去几年，苹果已多次将重心从通用性能向 AI 能力迁移。这次 M5 的问世可视为一个重要节点。苹果此举若持续推进设备端 AI， 会将生态锁定提升到什么程度？技术评论人士指出， M5 的硬件加速设计有望令更多 AI 模型运行在设备端，从而提升用户隐私与响应速度，但也可能加强用户对苹果硬件生态的依赖。8. DNA 信号级联可实现快速在家的药物治疗监测。据蒙特利尔大学研究团队报道，化学家 Alexis Voibilio 的团队研发出一种基于 DNA 分子的信号级联系统，可在血液中探测特定药物浓度，仅需一滴血，5分钟即可得出结果。其原理利用适配体 aptamer DNA 分子与目标药物结合，触发电子活性的 DNA 被释放到电极表面，产生可测电流输出。研究者已在小鼠模型中验证这一方案的可行性。该技术旨在为多种慢性病患者如心脑血管、抗生素、抗癌药等提供家庭化、及时监测工具，让患者能在家中调整剂量，降低副作用与耐药风险。纵观历史，从过去需靠医院实验室检测药物浓度，到如今可望简化为手持设备，这是一场监测技术的小型革命。若这一技术成功商业化，是否可能颠覆传统医院监测体系？生物工程专家认为，这种 DNA 级联体系具备极高灵敏度与速度，有望加速个体化用药管理，但仍需面对体内复杂环境干扰与长期稳定性验证。9. 新的血液测试可以更快地诊断子宫内膜异位症。据 Medical Express 报道，
研究人员通过分析805名参与者的血浆样本，识别出一组10种蛋白质生物标志物，并将其整合为名为 ProMarker Endo 的血液检测方法，可无创识别子宫内膜异位症 endometriosis。该检测模型在重症病例与症状相似对照之间区分准确率接近 OK 等于0.997，对于早期 I 到 III 期患者，其准确率 OK 也均超过0.85。过去诊断内膜异位症往往要经历多年疼痛检查手术确认的漫长路径，此次检测有望显著缩短诊断时间，降低患者负担。历年来，内膜异位症被称为隐形痛苦，患者常因诊断延迟被忽视。现在，这一检测进展正挑战传统诊断框架。如果此项检测能广泛应用，是否将变革妇科疾病的早筛与管理方式？妇科医学专家认为，ProMarker Endo 若成功落地，将极大降低误诊率与延误时间，对女性健康权益具有深远意义，但仍需更大规模临床验证其适用性。谷歌 DeepMind AI 识别药物，使肿瘤对免疫系统可见。据报道，2025年10月15日 ，DeepMind 的生物 AI 系统成功预测出一种策略，使得原本冷肿瘤免疫系统难以识别的肿瘤转变为热肿瘤更易被免疫系统识别，从而增强免疫疗法效果。该模型建议在特定条件下使用 Selmetasertib CK2 抑制剂与低剂量干扰素组合。实验室结果显示抗原成地能力提升约 50%， 这一突破被视为 AI 驱动生物学研究的里程碑，有可能开启肿瘤治疗的新路径。回望历史，从传统靶点筛选到 AI 辅助药物发现，如 AlphaFold 在蛋白质折叠预测上的突破， AI 正日益重塑生命科学研究模式。若此技术能成功落地，它会重新定义癌症治疗的识别边界与免疫策略吗？医学和 AI 专家指出，这种方法若经临床验证，将有可能显著提升免疫疗法对难治肿瘤的响应率，但需要防范异常免疫反应与副作用风险。Z 世代引领全球反对不平等和腐败的抗议活动。据多国报道，近期从尼泊尔、摩洛哥到马达加斯加， Z 世代青年纷纷走上街头，反对经济不平等、政治腐败与制度性压迫。在尼泊尔，政府一度封锁社交媒体以遏制腐败泄露，却引发更大规模抗议。在摩洛哥，因公共开支与腐败丑闻激起青年愤怒。在马达加斯加，水电短缺、贫困与基础设施缺失成为压倒性问题。年轻抗议者普遍认为，体制长期被老一代垄断、精英把控，自己被边缘化。他们利用社交平台快速动员、跨境连线。历史上，这类青少年抗议曾在1968年代西欧学生运动中出现，而今代际裂痕与数字化媒介让此轮更猛烈、更不可预测。这些年轻人反抗的不只是制度，更是被听见的权利。他们在向世界发问：当代民主还能代表他们吗？政治社会学家认为，这波运动虽难直接颠覆政权，但可能重塑国家治理模式，倒逼体制回应年轻代的诉求。乌克兰情报报告称，中国和朝鲜向俄罗斯东部经济扩张。据乌克兰情报机关最新报告称，中国与朝鲜正逐步在俄罗斯东部展开经济渗透和基础设施投资。报告指出，到2025年，中国在该区域的投资可能已达数千亿卢布。与此同时，朝鲜在俄方支持下，也在当地推动资源开发与产业合作。多数观察家认为，这种扩张既是俄罗斯在西方制裁下寻找盟友的策略，也是中朝利用俄乌战争中真空地带扩张影响力的布局。历史上，冷战时期苏联曾大力引进朝鲜劳工和技术支持，如今俄朝深度结盟条约已于2024年签署，新一轮合作似乎再度进入实质阶段。若报告属实，这将意味着俄罗斯战略边疆在逐渐被中朝影响包围，俄罗斯角力场上的盟友角色可能越发复杂。在东部战区之外，这种经济渗透会不会成为更深层次的战略掌控？地缘政治专家表示，中朝在俄境内扩张若得逞，不仅将重塑区域力量格局，也可能使俄罗斯在未来外交中更多受制于伙伴利益。沃尔玛和 OpenAI 探索代理人工智能对零售业的影响。据报道，沃尔玛与 OpenAI 正在合作测试代理 AI 在零售业的应用。
这种 AI 可以在无人干预下管理库存、调整价格和推荐商品。试点项目显示 ，AI 能快速分析销售数据，预测消费者需求，并优化供应链安排，从而节省人工成本和提升效率。专家指出，这是零售行业向智能化、自动化迈出的重要一步，但也引发对就业岗位的担忧。历史上，自动化技术多次改变零售业格局，从收银机到自助结账，如今 AI 可能引发更深层次的行业变革。如果代理 AI 广泛应用，它将如何重塑零售从业者的角色与消费者体验？行业分析师认为，智能代理 AI 有潜力显著提高效率，但企业需平衡技术引入与人力资源调整，以避免社会冲突。14. 巴黎协定研究表明，该协定每年可防止57天的极端高温。据最新研究显示，自巴黎协定生效以来，通过全球温室气体减排措施，平均每年可避免约57天极端高温事件。这意味着签署国的城市和农业地区受热浪影响的频率明显下降，有助于减少因高温造成的健康风险和作物损失。研究人员强调，全球气温控制与政策执行紧密相关。历史上，若无国际协定，极端气候事件增长趋势可能更快、更严重。这一发现让人思考，在未来气候压力持续增加的情况下，巴黎协定的约束力能否长期维持全球温控目标？气候专家指出，巴黎协定虽无法完全消除极端天气，但对延缓气候危机、保护生态与公共健康有显著积极作用。15. 美国威胁对中国因购买俄罗斯石油征收500%的关税。据报道，美国政府警告，如果中国继续从俄罗斯进口石油，美国可能对相关产品征收高达500%的关税。此举被视为美国在俄乌冲突背景下施加经济压力的一部分，旨在限制俄罗斯能源出口并遏制中国在能源供应链中的战略利益。历史上，美国曾多次利用关税手段调控全球能源市场和遏制潜在竞争对手。这次行动可能加剧中美在能源与贸易领域的紧张关系。这一政策若实施，中国和俄罗斯的能源合作会受到多大冲击？国际贸易专家表示，高额关税可能迫使中国调整采购策略，也可能促使俄罗斯寻找其他能源市场以规避制裁。16. Google Veo 3.1 增强了 Gemini 的功能，提升了视频和音频质量。据报道， Google 发布了 Veo 3一更新版本，为其 Gemini 系统带来显著改进，包括视频分辨率提升、音频降噪优化以及实时图像处理能力增强。用户体验显示，视频通话、在线会议和流媒体播放的清晰度与稳定性都有明显提升。技术专家认为，这是 Google 在人工智能驱动的多媒体处理领域持续发力的又一例证。回顾历史，随着 AI 算法与硬件性能进步，视频与音频质量的提升正逐渐改变远程办公、教育和娱乐的互动方式。在未来，这类 AI 增强技术是否会彻底改变我们对在线沟通和内容创作的体验？专家指出，增强型 AI 系统有潜力让视频与音频更接近现实感，但同时也可能带来隐私与内容真实性的新挑战。17. 教皇方济各称，使用食物作为战争武器是犯罪行为。据梵蒂冈报道，教皇方济各近日公开表示，将粮食作为战争工具用于封锁或制裁平民，是一种犯罪行为。他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对冲突地区的人道援助，确保粮食供应不受政治操控。教皇指出，历史上多次战争中，粮食被用作武器，造成大规模饥荒和民众伤亡，这种行为违背了基本人道原则。这一声明引发全球讨论，国际社会是否能制定更有效机制，防止粮食被当作战争工具？人道主义专家认为，加强国际监督和援助体系是关键，但执行难度仍很大，尤其是在冲突频发地区。18. 欧洲议会委员会提议将16岁定为社交媒体最低年龄。据报道，欧洲议会内负责数字事务的委员会提出，将社交媒体使用最低年龄定为16岁，以保护青少年免受网络欺凌、隐私泄露及心理健康问题影响。提案建议社交平台需加强年龄验证和家长监控功能。历史上，欧洲一直尝试通过法规保护儿童网络安全。
如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GDPR 已对未成年人数据保护提出要求，此次提议若通过，将在全球范围内产生示范效应。如果实施，这一规定会对青少年数字生活方式和社交平台商业模式产生怎样的长期影响？网络安全专家认为，最低年龄限制可降低未成年人风险，但也可能促使部分青少年寻找绕过限制的途径。监管执行仍是关键挑战。19，美国威胁挪威因联合国航运气候税投票将采取贸易措施。据报道，美国政府警告，如果挪威在联合国关于航运碳排放征税的投票中支持气候税方案，美国可能采取贸易报复措施。美国方面认为，该税可能增加其航运成本并影响国际竞争力，而挪威坚持减排责任与全球合作。历史上，美国多次利用贸易手段施压盟友以维护经济利益，此次行动也引发国际舆论对气候政策与贸易摩擦的关注。如果美国真的实施报复措施，这会对全球航运业与国际气候合作产生多大冲击？国际关系专家指出，这种做法可能短期保护本国利益，但长期可能削弱美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信誉和话语权。20，美国公司 Auterion 为乌克兰开发射程1600公里的人工智能制导无人机。据报道，美国无人机公司 Auterion 正为乌克兰研发射程达1600公里的人工智能制导无人机，可用于远程侦察和打击任务。该无人机搭载先进 AI 系统，可自动识别目标并优化飞行路径，提高任务精度和效率。分析人士指出，这种技术的应用意味着现代战争正越来越依赖自主与半自主武器系统。历史上，精确制导武器的发展曾显著改变战场格局，如今 AI 无人机可能再次重塑冲突模式。这类无人机广泛使用后，会如何改变现代战争规则与战术思维？军事技术专家认为 ，AI 无人机提升了作战效率，但也带来误判风险和国际法律争议，需要制定新的监管框架。21，欧洲汽车制造商担心 Nexperia 芯片供应中断。据报道，欧洲多家汽车制造商对 Nexperia 芯片供应可能中断表示担忧。Nexperia 安氏半导体是全球关键半导体供应商之一，其芯片广泛用于汽车电子和自动驾驶系统。此前2天，荷兰政府以严重治理缺陷为由，根据商品供应法接管该公司，并暂停其中国母公司文泰科技实控人在安氏半导体的职务。假如供应中断，可能导致整车生产延迟，成本增加。历史上，半导体短缺已多次对汽车产业造成冲击，如2020年的新冠疫情期间，全球汽车产量大幅下降。如果供应问题持续，欧洲汽车产业将如何应对生产和技术升级的双重压力？产业分析师指出，企业需建立多元供应链与库存策略，但在全球半导体集中度高的情况下，完全规避风险仍具挑战性。22，人类工人执行艰苦、低薪的任务来训练生成式人工智能。据多方报道，背后的那些看不见的手正承受着极其艰难的工作，一线的合同工、图像标注者、语音录入员等，需要在极短时间内处理大量数据、打标签、纠错。这些工作普遍工资偏低，压力巨大，却是训练大模型不可或缺的一环。许多工人反映，他们在高强度、重复性任务中几乎没有自主权，也遭遇信息不透明的问题。回顾 AI 发展史，从早期的规则系统到如今深度学习模型，人工辅助一直是黑箱背后的核心。当我们在惊叹 AI 智能时，这些人力成本又被掩盖了多少？劳动研究者指出 ，AI 离不开人类劳动，若不正视这层关系，技术进步可能加剧不平等与剥削倾向。23，特朗普提出安全请求后，国际足联考虑更改世界杯比赛地点。据体育界动向透露，特朗普近日在内阁会议中表示，若某些美国城市无法保障安全标准，他将推动国际足联 FIFA 将2026年世界杯比赛地点重新调整。他点名包括波士顿在内的几座大城市可能被替换。FIFA 官方则回应，比赛组织合同已签，赛制由其独立决定，不能仅凭外部压力改变。历史上，体育赛事选址往往牵涉政治、经济与城市形象，此次威胁显得格外敏感。
若特朗普动真格，这会撼动全球体育赛事的政治边界吗？体育政治学者认为，即便特朗普施压，也很难撼动 FIFA 与地方政府间的合同机制，但此言论已将体育与权力博弈进一步交织。24. 微软、俄罗斯和中国加强对美国人工智能网络攻击。据微软最新数字安全报告，2025年7月，美国监测到超过200起由俄罗斯、中国、伊朗、朝鲜发起的 AI 驱动网络攻击与虚假信息事件，相比2024年同期，这一数字翻倍以上。攻击手段包括利用 AI 生成假冒邮件、深度伪造身份、自动化网络渗透等，旨在窃取情报、破坏基础设施或动摇公众信任。美国目前在防御这类 AI 驱动的攻击手段方面仍面临挑战。回顾网络安全历史，无论是病毒、钓鱼邮件，还是勒索软件，技术对抗始终在不断升级。如今 AI 成为新战场，当网络战争进入智能时代，美国怎样才能脱离被动防守？网络安全专家认为，唯有在 AI 防御体系、情报共享和国际规则方面同步升级，才能在这场新对抗中占据主动。25. Spotify 与唱片公司合作开发 AI 音乐工具。据报道 ，Spotify 正与索尼、Sony、环球、Universal、华纳、Warner、Merlin 和 Believe 等唱片公司联手，开发负责任的 AI 音乐产品。这些工具旨在保护艺术家版权，让 AI 在创作与推荐中尊重创作者意愿，而非简单替代。Spotify 表示将建立 AI 实验室与产品团队，推动新功能落地。这一合作被视为音乐流媒体在 AI 趋势下对版权与创新边界的探索。如果这种 AI 音乐工具普及，它能否重塑艺术家、平台与听众之间的利益分配？行业观察者认为，此类合作虽能缓和版权冲突，但仍需审慎设计激励机制与透明机制，以避免新的剥削模式出现。26. 美国与乌克兰分享情报，以应对俄罗斯的深度打击。据报道，美国正向乌克兰提供关键情报支持，协助其对俄境内能源设施与战略目标实施深度打击。美国情报部门提供目标选取、飞行路径规划与入侵规避建议，令乌克兰可发动更精准的远程打击。乌克兰方面则独立决定具体目标。这一情报合作反映出美乌在战争支援上的加码，也暴露国际间军事介入的复杂博弈。历史上，美国曾对多国冲突提供情报援助，此次的深度参与或将引起更强烈外交反弹。在这场代理战争中，美国的角色界限还能维持多久？安全分析人士认为，此种高强度情报支持虽能强化乌方作战能力，但也可能将美国卷入局势升级的危险边缘。27. OpenAI 从科技巨头获得数千亿美元用于 AI 基础设施建设。据报道 ，OpenAI 正从芯片厂商、云服务商等多家科技巨头获得巨额资金支持，以构建其 AI 计算基础设施。据悉，这些投资金额可能已达到数千亿美元级别，涉及 GPU 采购、数据中心扩建与算力网络搭建。OpenAI 此举意在保证未来 AI 应用发展的硬件支持与成本控制。这种高投入策略揭示了 AI 背后算力战争的本质，技术不是瓶颈，资源和资本才是。历史上，科技公司之间的基础设施竞争就曾决定行业格局。此次 AI 基建争夺也许将塑造未来10年的科技格局。在这场算力角逐中 ，OpenAI 能否稳住主导地位？科技与产业专家指出，若基础设施分布过于集中，可能制造单点风险，而若多方参与，也将催生新的竞争与合作模式。28. 朝鲜无人机操作员在苏梅地区协助俄罗斯军队。据乌克兰方面披露，朝鲜无人机操作员正被部署至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从那里对苏梅苏密地区实施空中侦察与火力引导。他们通过无人机捕捉乌克兰部队位置，并协助俄罗斯多管火箭系统精确打击。通讯截获证据表明，朝方操作员与俄军存在协调，这意味着俄罗斯在东线兵力吃紧时，主动引入外援以填补空白。过去，朝俄合作主要在军火与武器层面展开，如今却直接进入战场参与作战支援。当无人机外包成为常态，未来战争的参与者边界还剩多少？
军事情报专家认为，朝鲜的这种直接介入可能加深其与俄罗斯的战略绑定，也会令乌克兰战争的国际化程度进一步升级。29，最高法院的裁决可能会削弱黑人投票权并重塑国会。据国内法律界分析，目前最高法院正在审理的一系列选区划分与选民资格案，有可能导致黑人选区被拆分或压缩，从而削弱非裔社区在多数选举中的票数影响力。这类判决若成立，将改变国会多数党的构成和地方代表权力格局。历史上，美国曾通过吉姆克劳法案、民权运动等手段争取选举平等。如今若法院重塑规则，其成果可能被部分逆转。如果判决最终通过，美国的民主机制是否将因司法之手再次被震动？选举法专家警告，此类改变或围绕华区控制和选民资格设计规则，长期而言可能蚕食少数族裔政治表达与议会席位公平性。30，基因疗法为 ADA-C 的儿童提供持久的免疫保护。据医学研究团队报道，面向患有 ADA-C 的腺苷脱氨酶严重联合免疫缺陷儿童的新型基因疗法已在临床试验中展现出卓越效果。治疗通过将健康 ADA 基因导入患者造血干细胞，使其重建免疫系统。至今已有62名儿童接受治疗，其中约59名的免疫系统功能恢复正常。相比传统骨髓移植或酶替代疗法，此法不需长期用药，且长期效果更可靠。ADA-C 的患者过去通常在婴幼儿期因严重感染早逝，此次疗法或成为治愈型方案的代表。如果这疗法最终获批，是否能开启更多罕见病的根治可能？基因治疗专家表示，这种疗法若在更大规模研究中稳定成功，将是一大里程碑，也对基因编辑伦理、安全性与公平分配提出新命题。31，超过一半的在线文章现在都是由人工智能生成的。最新统计显示，如今互联网上已有超过一半的文字内容由人工智能自动生成，也就是说，你在阅读的许多新闻、评论或短文，可能并非出自人类之手。AI 写作工具的普及让内容生产变得更快、更廉价，许多网站开始依赖算法取代人工写作。这种趋势正在重塑网络生态，信息更密集，却也更难分辨真假。历史上，内容创作一直依赖人类思考与表达，如今机器正在主导叙事权。当信息海洋越来越人工，我们是否还能辨认哪些是真实，哪些是模拟？媒体研究者认为 ，AI 文章大量涌现将带来信任危机，也可能削弱原创作者的价值与话语权。32，五角大楼的政策限制记者的访问和报道。五角大楼近日推出新规定，要求记者在采访前签署内容审批协议，否则将被拒绝进入军事记者区。此举被外界批评为削弱新闻自由，扩大政府控制。记者若报道未经批准的内容，将失去采访资格。这一政策的出台，让许多长期驻防记者选择主动撤离。回顾历史，美国虽有严格的军事新闻管理制度，但仍保持一定程度的独立报道空间。如今这一平衡正被打破。当军方开始筛选信息，美国公众还能了解真实的战场与政策吗？新闻学者指出，这种限制若继续扩大，可能会让政府掌握舆论主导权，媒体监督功能将被严重削弱。33，数十家美国新闻机构拒绝五角大楼的媒体访问限制规定。面对新政策，美国多家主流新闻机构联合抵制五角大楼的限制性规定，公开拒签协议并撤回驻点记者。CNN、纽约时报、路透社等媒体称，新规侵犯了新闻自由与公众知情权。此举被视为美国新闻界近年来罕见的集体抗议行动。回顾过往，从水门事件到伊拉克战争，美国媒体在关键时刻屡次捍卫言论自由，如今再次面对政治与透明度的考验。当媒体与政府正面冲突，谁来守护公众的知情边界？法律专家认为，这场对抗虽然象征意义重大，但若缺乏法律制衡与公众压力，新闻自由仍可能逐步被侵蚀。34，欧盟委员会提出2030年前提升欧盟国防准备水平的路线图。欧盟委员会在2025年3月发布其国防准备2030白皮书，提出一套路线图，目标到2030年大幅提升成员国的防务能力。
路线图包括成立欧洲无人机防御倡议、强化东部边境监控、打造欧洲空中盾与太空盾等旗舰项目。计划要求到2027年至少40%的军事采购采取联合模式，鼓励成员国共用装备，整合生产能力。为支撑这些举措，委员会还建议启动新贷款工具，以及临时放松预算规则，以释放防务开支空间。此举标志欧盟从分散防务走向更一致的战略自主。如果这一路线图落地，欧盟是否将真正成为不依赖他者的安全力量？防务观察人士认为，这既是对俄罗斯压力的回应，也是欧盟在美军重心东移下自我掌舵的选择。但执行落地和成员国配合将是最大挑战。35. 英国新生儿筛查研究发现罕见眼癌。一项面向英国新生儿的基因筛查研究，在出生早期就检出了一例罕见的眼癌遗传性视网膜母细胞瘤 retinoblastoma。该研究覆盖51家医院，约10万名新生儿。通过全基因组测序和基因检测，成功在婴儿4周大时识别出癌变风险。通过及时干预，该婴儿已接受激光治疗和化疗，眼睛保全希望大升。过去，这种眼癌通常在症状显现后才被发现，常面临视力或眼球损失的风险。本次筛查展示了基因体检在新生儿阶段的潜力。如果这种筛查逐步普及，婴儿癌症的早诊时代是否已经来临？医学界指出，虽然早筛带来巨大生命益处，但如何降低误报率、管理伦理风险与成本，是推广前必须攻克的问题。36. 美国商会就技术工人签证费用起诉特朗普政府。美国工商总会针对特朗普政府新设的技术工人 H-1B 签证年度费用提案提起诉讼，指控该费用额度高达10万美元，远超常规申请成本，且超出总统权限。该费用政策如果实施，将对硅谷、高科技公司和研究机构招募海外人才构成巨大阻碍。警方诉状称，这项政策既违反国会制定的移民程序，也破坏企业和教育机构对全球人才的依赖。诉讼刚提交即引起业界震动。过去 H-1B 签证一直是美国吸引高技能外劳的重要渠道，此次冲击极具争议。若法院判决支持美国商会，这一收费政策还能够生存多久？移民法律专家认为，此案若获支持，将可能迫使政府重新设计签证收费机制，并对行政权力边界作出重要判例。37. FDA 加快审查9种符合国家利益药物。据媒体报道，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日前启动一项国家优先券试点计划，选定9款被视为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药物，实施极大加速审批。传统新药审查周期通常为10至12个月，而在此计划下 ，FDA 致力于将这些药物的审批速度压缩至1至2个月。被选中的药物包括治疗胰腺癌、耳聋、尼古丁成瘾、不孕症等方向的候选药物。FDA 委员 Marty Makary 表示，此举类似于疫情时期加快疫苗审批的模式，用于应对急迫的公共健康需求与战略医药自主。这项目若常态化推行，将对医药产业格局与创新动力产生多大冲击？部分生物医药专家认为，这能显著缩短创新疗法进入市场的速度，但也存在安全审查难以把关的隐忧。38. 美国银行与财政部讨论向阿根廷提供200亿美元贷款。据路透报道，包括摩根大通、美国银行、高盛、花旗在内的多家美国银行正与美国财政部就向阿根廷提供高达200亿美元，约合20亿美元贷款设施展开磋商。该方案旨在缓解阿根廷的主权债务压力，并与一项价值20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计划协同运作，以稳定其金融市场。财政部长 Scott Bessent 的部门正主导这一资金安排，而阿根廷方面尚未公开细节。这笔救助也被解读为美国在拉美地区扩大影响力、支持亲美政府的经济策略之一。若此贷款如期落地，美国在拉美的经济与外交版图会被怎样重塑？国际金融观察者认为，这笔支持可缓解阿根廷短期流动性危机，但若政治与结构性改革跟不上，债务风险仍可能复燃。新闻日日更，世界在手中。今天的时事快线就到这里啦，有想法的朋友，我们评论区聊聊，明天见。